超好吃，我兴奋死了。这间我真的很大推，我感觉根本都吃不完。最传统、最正宗的吃法，哦，好重，自己好重，超好吃。它是搭配的非常的刚好，好好吃的，就是这个味道，整个就是赋予它生命。没有吃过的，我觉得你一定要来试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son。今天呢，又是我非常期待的 Travel to Eat 系列。Travel to Eat 系列呢，其实也蛮多朋友问我说，为什么会想要开始做这个系列？其实是因为呢，我个人啦，以食为天嘛。我知道很多人出国啊，主要的目的呢是去看一些观光景点，但是对我来讲呢，我就是只有对吃东西有兴趣，所以我会以吃为主轴，以吃为目的，去探索世界各地的美食。那今天是我的 Travel to Eat 系列的德国篇。现在呢，我人在德国的慕尼黑。那慕尼黑呢，其实是德国的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啦。这边的美食呢，会非常多具有代表巴伐利亚邦的特色。那我现在非常期待，想要赶快出去大快朵颐一番，因为我现在还蛮饿的。那现在话不多说，赶快出发，走！好，现在第一间呢，我要吃的慕尼黑非常特别的小吃，算是小吃啦，也就是德式甜甜圈。主要他们店的招牌是德式油条啦，这个还蛮特别的。它其实就像是我们传统平常熟悉的中式油条，然后它上面会撒很多的糖粉。这个东西我是第一次吃，所以我今天很期待。那你们一定会问说，为什么第一餐要先吃甜的，而不是吃咸的呢？因为我要喝咖啡，刚刚起床，然后我现在非常急需咖啡因，所以我就为了喝一杯咖啡，所以先来吃个甜的，反正不碍事。那我现在点的这个是德式炸油条，先吃一口，肚子好饿。它撒超多糖的。真的超好吃！它里面的面团吃起来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香气，而且里面吃起来不是软的那一种，它是里面是稍微有一点韧性在的，然后再配上外面那个白糖，超赞！我真的有被惊艳到，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其实就是把那个面团拿去炸而已。可它就炸到很香哦，里面的韧性超棒，我超喜欢。你看它里面的。看到那个内馅吧，是有一些气孔在的，然后因为那个白糖吃起来，就是会有里面那种脆的感觉，因为你会吃到一颗一颗的那种颗粒感，超赞，太幸福死了。第一餐就给我这种 sugar rush， 然后第二个呢，我要吃的是他们的这个，他们叫做 Berliner， 是他们的德式甜甜圈。然后老板说里面包的是杏桃果酱，就是apricot，它有点酸甜的这样，真的很厉害。这间呢，我上网看了一下，他们讲说是也蛮多观光客会来吃的，但是其实啊，我刚刚进来到现在，看到很多都是本地人，也可能就是因为就是有很多本地人来，所以造成他们的店非常的红，然后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观光客来朝圣。这间我真的很大推，但是比起来的话，我个人会比较推荐刚才我第一个吃的，也是他们的招牌德式炸油条，我个人非常喜欢，有机会来一定要试吃看看，他们只开到晚上6点。So is it the same one? Yes, the it's long the one. same dough. Oh, it's the same dough. It's just a different shape. Okay. But there are people either that one or that one Yeah. for 10 years and nothing else. So they Wow. never change. Interesting. We have customers that come for 40 years Okay. and they pick either the Schmalzu or the Schnitzel. Okay. They never chang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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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e up early, gon' rise to the sun. Step 2, get some good, some food in you. Step 3, think real hard about what you wanna be.
好，现在第2间呢，我们来到了一间也是算是德国的巴伐利亚餐厅。这一间我要介绍的品项有3样。首先第一个呢，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德国白肠，也就是 Weisswurst， 就是这一碗一次至少就是要点2条，对，所以我就只好点2条。虽然我今天只有1个人，但是我会尽量把它吃完。再来的话就是这个德国纽结面包 Pretzel， 然后还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德国啤酒，就是他们的 Weissbier， 就是白啤酒。对，那为什么我今天要点这3样呢？因为这3样啊，其实在巴伐利亚地区算是一个最传统、最正宗的吃法吧，就是要这3个搭配在一起食用。其实，在慕尼黑这么多啤酒种类里面，最特别的就是这一个白啤酒。那其实白啤酒就跟小麦啤酒差不多啦，其实差不多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只是它颜色可能会稍微比较淡一点点。我来喝一口。超享受的，这种风和日丽的下午，然后你喝一杯德国白啤酒，已经觉得这是整趟旅程就是不虚此行了。它喝起来的口味是那种非常的清新，然后比较柔和的口感啦。那今天这一碗，好重，记好重好重。今天这一碗 Weisswurst 就是白肠啊，通常它是当做早餐来食用的。那德国白肠呢，其实它是用猪肉还有牛肉去制作的，然后里面会有加那个香芹，也就是 parsley， 通常会搭配这个他们的德国的甜芥末酱一起吃。然后白肠呢有蛮多种的吃法，就是他们会说那个肠衣是不能吃的，所以你要先在那个香肠上面，就是先直直的划一刀。破开来，然后你再用叉子还是刀子之类，就是你慢慢把里面的那个香肠肉给拿出来，然后再搭配甜芥末酱。它其实一切开，然后就会闻到那个 parsley 的香味。好啊，其实我觉得这样切好像很难拿，我根本就不知道要这样切，太难拿了，好不好？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属于就是用手拿的那一派，就是最简单粗暴。现在吃一下这个德国白肠，超好吃。那个牛肉的肉香味还蛮浓郁的，然后它的甜芥末酱啊，我跟你们讲，这是一个百搭的酱料，吃什么都百搭。我可以直接这样光吃那个甜芥末，它吃起来是有点酸酸甜甜，后劲会稍微一点点的微苦，但它那个苦不是苦，是那种就是有点甜到尽头的那个感觉。虽然很多人可能对德国人的印象是那种比较刻板，然后比较严肃、比较严谨一点的印象，但是其实我发现我这一次来玩啊，然后遇到的德国人，其实他们个性也是蛮有趣的。就像我昨天遇到的德国朋友啊，就是我们就是狂聊，然后大概聊了应该有一个小时多吧，会觉得他其实是他们其实是蛮活泼的民族。它里面那个西芹啊，好香哦！你咬下去的每一口，你都会吃到那个西芹的那个香料的味道。它是搭配的非常的刚好，就是觉得到底是谁发明的？就是怎么会想到说把西芹放在那个香肠里面，并且融合的毫无违和感这样。听说有些人可能看到，如果你超过中午12点还在吃白肠的话，他们会生气。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就是早餐才可以吃的东西，怎么可以过了12点还看到它？蛮有趣的文化体验。然后现在我来吃一下这个他们的 Pretzel， 就是德国街面包。它呢应该算是在德国最具有代表性的面包了。那上面就是很简单的撒上粗盐，然后这个面包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呢，它其实是有泡过碱水，所以呢它吃起来会有一个那种碱味，就是一个特别的香气。然后它是属于就是上色会比较深的，然后口感是属于比较扎实，然后比较有嚼劲的那一种。先来吃一口，好怀念的味道哦。它其实真的吃起来口感我超爱的，就是那种非常的有嚼劲，就是因为有加碱水，它其实烤起来它的表皮会更脆一点。而且这种面包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它就是越嚼越香。像这个啊，其实它有蛮多种吃法的，你可以直接单吃，然后另外有些人会喜欢搭配 butter 一起吃，就是添加一点奶油香气在里面。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三明治，就是可能把它破半，然后会夹一些
其他的馅料啊、火腿或生菜之类的。我个人还是最喜欢直接这样吃啦，我觉得就是最对味，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Hi。 Hello. Hello. It's live or no? No, it's a YouTube video. Oh, YouTube. Is there any correct way to eat the bratwurst? Yes. The Weisswurst? Yes, you make it white. Here, you make a cut. Yeah. And then Is it the correct way to cut or is no, like no, this? This is better. This is the correct way. Better, Oh, yes. And then with a fork, you can pull it out. From this put it thing. out. Oh, okay. Yes, Then you go make with. it very good. 你看他们是不是超级就是超友善的？那个店员就会时不时过来看一下，说：“哎，你吃完了没？你在干嘛？”是不是觉得其实整个很温馨的感觉？其实这一些点点滴滴啊，就是我每一次出国最喜欢的地方。第一，当然是因为可以吃到好吃的美食。第二就是在这个旅途中呢，然后可以遇到不同种形形色色的人，产生的一些对话，还有一些故事，我觉得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好，那我现在先把它吃完，然后等一下接着去下一间。好，现在接下来呢，这一间我要吃的也是一个标准的道地德国餐，就是他们的德国猪脚。你看这么大一份，我刚才询问店家说，这个是你们店里最小份的吗？他说对，这种是 slice 的，就是已经算是比较小的了，但他们的最小份已经是超大了，我感觉根本都吃不完，而且就是也很沉。我觉得他们家这个猪脚皮啊，光用看的就觉得应该是就是铁定脆的，错不了。上面有配上标准的棕色酱汁、马铃薯泥，还有他们的德国酸菜，这个也是来德国一定要吃的东西。好，现在吃一下它的猪脚，哇，这个脆皮光切就已经有听到咔哧咔哧的声音。我现在明明就还很饱，但是我却还在吞口水，你知道吗？我先吃一片他们的猪脚皮好了。超脆，顶脆。当然我是吃那个皮嘛，可是那个皮的内层还有那种猪脚的那种胶质感在，也是很好吃，它口感非常好。然后吃下它的猪脚肉，配上它的那个棕色酱汁，它的肉好扎实哦。它这边有3大块，我觉得我吃1块可能就已经很饱了。然后再来是这个德国酸菜，这个德国酸菜我个人也非常非常的爱，就是一定要搭配猪脚一起吃。好好吃的，就是这个味道哦。他们的酱汁还蛮特别的哦，他们的酱汁其实是有用啤酒去做的，所以你会吃得到一点点小麦香气。很好吃，然后刚好酸菜吃起来有点酸酸的啊，所以你其实吃起来会刚好综合掉你吃了这么多猪脚肉的那种腻口的感觉。所以你点猪脚的话，它的酸菜绝对是不可或缺。来吃一下它的 mash， 它的 mash 呢也是德国餐的经典，也是一定要吃的。然后他们还有一种旁边也算是 side dish， 也算一个小吃，然后它是一颗球叫做 Knödel。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它吃起来是有点嚼劲的那一种，也是很道地的德国菜。你看里面的这个猪脚是不是超大片肉的？里面不会说咸味很重，它没有过多的调味，主要是靠外面的那个酱汁。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德国的话，我会强烈推荐你一定要先试他们的德国猪脚。
好，现在最后一间了，我现在已经饱到有点脑袋不好使。现在是最后一间我想要介绍的慕尼黑巴伐利亚的道地小吃，是一个甜点，它叫做皇帝煎饼。皇帝煎饼呢，它是用面糊，然后倒在铁盘上去烤。听说制作这个还蛮困难的，就是它其实要有特定大小的火候去制作它，然后大概会制作个10到15分钟一份这样。所以你点完之后，你可能要耐心的稍微等一下，就是面糊就煎饼，然后上面撒上很简单的汤粉。通常标准的呢，就是会配这2个酱料，一个是苹果酱，然后另外一个是梅子酱。它的苹果酱不是像一般的那种磨成泥的苹果酱，它是有颗粒的那一种，然后还蛮香的，就你感觉都是他们家自己自制的。然后这个就是梅子酱，感觉就是一大颗梅子直接给你这样。先来吃一下，其实这个东西我没有吃过，我是第一次吃。好，来吃一口。然后它吃起来的口感，它是有点外酥内软的感觉，然后又有点像面包，又有点像饼，对，它就是介于面包跟饼之间的那个口感，还蛮特别的。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吃到它本身原味，然后再加点糖粉，来配一下那个苹果酱，感觉应该配起来会更好吃，好吃非常多。它真的是一定要配这2个。然后它苹果是稍微酸酸甜甜的感觉，然后配上这个皇帝煎饼啊，其实吃起来整个就是赋予它生命的。我来吃一下配那个梅子，哇，它的梅子真的是一大块耶。它的梅子感觉是那种酒制梅，就是有加点酒味的，蛮好吃的。开色吃饭就是有一点点温温的感觉，对，不会到太烫了。然后它的这2种酱料啊都是冰的，所以你吃起来你会感觉到那个放在口中的那个温差感，就是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搭配。我现在已经快要9点5分饱了，还是觉得很好吃。其实我还蛮喜欢它上面就是烤到有点焦黑的感觉，其实特别香诶，就是这块焦的地方特别香。我觉得我这次的吃货行程啊安排的特别好，就是从第1间是甜的，然后到最后1间也是甜的，刚好前后呼应，还不错吧？终于结束了这一次 Travel to E 系列，我觉得每一次拍完 Travel to E 感觉是都要少掉半条命的感觉，一直走，一直吃，一直走，一直吃这样子。但是沿途就看到很多很美的风景啊，还有认识一些新朋友，我觉得也很开心。那希望你喜欢今天以上的内容。如果你还想要看其他国家美食，或者是德国的其他地区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和我说。不要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那也不要忘了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账号。OK， 下礼拜见，拜拜。